印度媒体从二手情报中分析出所谓中国航母编队的大弱点，他们呀可算是才看懂了我们30多年前的布局。大家好，我是施涛。最近山东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海域开展了一系列的训练不仅是这个美国、日本等国盯着印度也盯着山东舰的航迹。那么印度媒体就发现，这个山东舰17天之内起降610架次飞机，但是有一点他们认为是山东舰航母编队暴露出了弱点。那么印度媒体通过日本海上自卫队公开的这个监视照片中就发现里面有一张山东舰从查干湖补给舰接收补给物资的这个照片。那么根据报道山东舰在以20节的航速航行的时候每天大概会消耗1100多吨的燃料。那么它的燃料的这个装载量略高于原来的这个辽宁舰，大约是13000吨左右。因此即便是山东舰满油状态以这个经济航速行驶，那么也最多只能支持11天的这个燃油的装载量。那么这也就使得在航母编队战斗群里面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我们的901综合补给舰，成为了所谓的解放军海军航母编队的软肋。这个901综合补给舰咱们也叫它大奶妈大补它的满载排水量高达4.6万吨可以装载大约1.5万吨的燃油用这个航母的发动机用。另外还可以装大概5000吨的航空煤油，1000多吨的淡水，还有呢干货的还有弹药大概3000多吨。那么在一个典型的补给周期之下山东舰的这个持续机动作战能力大约能到25天左右这就是因为有了这个901这个补给舰的这个补给能够让山东舰和它的编队能够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航行的距离。那么这也就凸显出了这个航母的这个补给舰901补给舰在咱们航母编队里面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补给舰的重要作用它是相当于这个是海军的力量倍增器大家对这个名词很熟咱们说空军的加油机预警机电子干扰机什么的，这些飞机都是现代空军的力量倍增器可以让这个作战效能大大的提高。而同样的海军里面也有这样的力量倍增器的这个环节，那就是我们说的补给舰。早在咱们之前的这个580工程70年代末80年代初580工程咱们就研制过一批这个补给舰。当然了，当时的补给舰相对比较小。92年咱们抓住了苏联解体的机会从乌克兰买回了咱们的青海湖号补给舰，排水量高达3.7万吨那是一艘相当大的补给舰。只不过青海湖号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它的最高航速只有16节也就是大概不到30公里的样子。那么这样的一个航速呢，是很明显会拖累整个航母编队的这个前进的节奏。也因此在我们规划我们的航母工程的时候，也配套规划了咱们的这个航母补给舰。那么这也是我们在30多年前早就落子的这么一个环节。那么印度媒体呢发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山东舰的薄弱环节其实呢不无道理这个现代海军补给的问题一直都是各大国海军比较头疼的。因此呢一般会建立所谓的2级补给体制，也就是用快速补给舰跟着这个航母编队进行作战。在航母编队前进的时候，快速补给舰可以穿梭回到后方进行补加之后，再继续前出的为航母编队补给。那么这样的一个功能呢，在中国的这个航母的编队里面呢，可能就是由901大奶妈来完成。那么这一些环节是真正的叫高价值目标是所有的现代海军的这个编队里面它最需要着重保护的一环。也是鉴于此我们这些年大力发展了咱们的补给舰编队所以说回来，我们说百年海军大家不能只看那些光鲜亮丽的航母驱逐舰什么的，更要看到大量的这些作为舰队保障支柱的这一些后勤舰在现代战争体系中发挥的巨大的作用。那么印度媒体看到了所谓的中国航母编队的弱点，但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弱点，而是我们正在不断加强的实际上呢，这一点呢，正是中国海军目前正在不断强化
区别于类似于印度海军这样区域型海军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那就是我们拥有强大的远洋舰队补给能力。反观是印度印度的那可怜的几艘补给船那才真的叫做弱点真是开起战来一打一个准打完了之后，印度人还没办法赶紧的补足他们的短板。所以说不要只看着中国，印度倒是反身看看自己。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我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